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在万国觉醒中，统帅被淘汰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大家都会讲啊，可能下一代的新统帅出现之后，这一代的统帅就会被淘汰，又或者是这一代统帅会开始变弱什么之类等等的。那没有想到，有一位统帅，他经历过死亡、复活，到现在依旧还能用，还被目前游戏的新机制重击伤害跟连击伤害所拥护着，让他可以再继续使用。这个是让人感到比较意外的地方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专门讲阿提拉这一位看起来很猥琐的统帅。会突然讲到阿提拉呢，是因为近期有一些观众就私信问我说，现在阿提拉还能不能够继续使用？那其实我个人的想法是觉得说，阿提拉在野战表现或许是比较糟糕的，因为在之前我用阿提拉拿去野战的时候，其实出来的报告并不好啦，是我全部报告里面最差的、最糟糕的。或许他在集结跟驻防的表现还是挺好的，但是很久没有拿去野战使用了。那我当然是跟新的玩家讲啊，如果你们有其他的选择的话，可以不用选择阿提拉啦，就是有其他的骑兵选择。那我会回去用阿提拉的情况呢，是因为我想到，反正江汉战他是单体统帅嘛，他主要的功能是辅助还有回血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考虑到有一些玩家他们或许不想要去培养江汉战，可能是觉得说他是单体统帅，可能用的时间并不会太长，而且他的通用性也没有这么高，他只是野战使用而已，集结驻防不一定能够使用，所以就考虑到反正我有阿提拉，要不我就试试看用阿提拉来用，看效果会怎么样。那么刚好近期我的王国正在进行 KVK， 所以我也是做了一些测试，但是我只是测试一个队伍的搭配而已，就是用阿提拉搭配阿卡琉斯，看出来的效果怎么样。这里的报告我会分成好几批啦，所以你们可以慢慢的仔细去看一下啦。我是从第一份报告跟大家讲到最后一份。那在这一次打架的过程中呢，就是我的贞德跟亚瑟时常会被锁定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每次都是他优先死掉了。然后这边的战损比还可以啦，就是没有太亏了，有小赚一点点。那江汉战跟这个大卫的组合呢，其实是 OK 的，但你要看什么情况。如果他变成第一个敌人锁定的目标的话，那报告出来肯定是亏的。你不管什么组合都好，你被人家锁定，你肯定是差的。但至少我这边看下来没有算太差啦，在中间呢，他可能是有一些回血啦，就是有救一点点回来，还不至于说让他的部队重伤那么多。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轻伤是超级多的。另外一个就是阿提拉跟阿卡琉斯的报告，也就是我这一次要测试的组合。那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出来的战损比是出乎我的意料啦，我没有想到他可以赚1倍的战损比，是真的没有想到。然后霍去病搭配威廉，霍去病威廉这个组合是因为贞德跟那个亚瑟的组合拆解出来，就是跟这两个分成两队啊。原本我是用亚瑟搭配威廉，然后霍去病搭配贞德的，不过这边做了一些调整。那也是一样，之前我有推荐大家使用过的秦始皇司机还是一个断层的存在，他们的报告依旧还是最好的。那只是让我感到惊讶，就是这边阿提拉阿卡琉斯的报告居然是可以跟秦始皇这边接近的，不过秦始皇这个报告还是比较好一点。下一组的报告也是一样，从贞德这里开始，你们可以注意看一下那个时间。那也是一样，就是有被打的迹象啦，所以才出现这样子的报告。那江汉战跟大卫也是被敌人给锁定了。然后这个是霍去病搭配威廉，这边是赚了1倍的战损比。但是阿提拉跟阿卡琉斯可以显然看到他们赚的其实会比较多一点，那也是一样赚1倍啦。所以如果换算下来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这边会打的更多一点而已。那秦始皇这边呢就稍微少一点了，这个是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也有可能是因为阿提拉这个队伍会稍微快一点啦。像秦始皇搭配司机呢，其实只是用到司机的行进速度提升而已，所以在我所有的部队里面呢，这个队伍依旧还是最慢的。尽管我是已经改了秦始皇的天赋，有点击到那个行军速度加成了，不过还是慢了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可能它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在我拉开的时候可能来不及跑掉，然后被敌人的
AOE 所打到还是怎样，所以就慢了一些些。然后从这边的回合数你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会说真德的报告比较差，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后面它是被敌人给锁定打的，全部报告都很整齐了，看到吗？被敌人给锁定。那江汉战其实也不算是被锁定嘛，就是我长时间打到死为止，所以它的报告就稍微亏一点啦。它可能是真德被打死了之后，它变成第二个目标什么之类的。我也是一样可以看到它情伤特别多，就是因为那个回血的原因啊。那霍去病是成功幸存了下来，阿提拉也是幸存了下来，秦始皇这个部队也是幸存了下来，但是可以看到这边部队的血量其实都偏少，就是真正打架就没有什么要去拉扯，你可以看到报告全部都是很长啊，打很久的。第三批的报告这里就开始有赚了，因为敌人被我们反打回去了，所以这边可以看一下，如果是顺风的情况下，我们的战损比会变成怎样。首先也就是一样真德的，这里赚了大概3倍左右，那秦始皇这边是赚了也是3倍左右，霍去病威廉也是赚1倍左右，阿提拉搭配阿卡琉斯差不多赚了3倍，所以他出来的表现也是类似差不多的。然后江汉战这个队伍呢就赚1倍啦，所以可以看到这边队伍表现的比较差的就是这个江汉战的队伍跟这个霍去病的队伍。那江汉战这个队伍没有这么好也是可以理解啦，因为大卫他本身是驻防统帅，所以也就是说他其实有很多个技能呢在野战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表现不如预期啦。所以其实我是有想过之后要拿大卫去搭配其他的统帅，然后江汉战拿来搭配亚瑟，或者是大卫就完全拿去驻防使用而已，我是有想过这样子的搭配方式啦，但这个还是需要调整啦，毕竟这一次是做测试啦，我是想要看一下阿提拉搭配阿卡琉斯他的那个战报稳不稳定，是不是都是赚的，还是说刚好我运气好而已，所以这边我才保存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报告对比。那可以看到这边报告我是没有死掉部队啦，全部都是存活下来，就是同一批的报告来的，所以可以看到在顺风的情况下，其实阿提拉跟阿卡琉斯这个组合表现还是很好的，但如果是对比起谁赚最多了，当然还是秦始皇这个队伍是赚最多啦，他是拿到最多击杀的。下一个也是顺风的状态下，不过可以看到最后真的是死掉了的，还有秦始皇这个队伍最后也是死掉了的。江汉战、阿提拉跟霍去病这3个队伍是存活的。那我们先看一下最后死掉的队伍，可以看到有小亏一点点啊，不过还可以接受。然后秦始皇不亏还是秦始皇，就算他最后是被人家给打死了，但是他的报告依旧还是赚的。那我们看一下这3份是存活下来的报告会表现怎么样。霍去病这边就赚了1倍，江汉战这边赚了也是接近1倍左右，阿提拉、阿卡琉斯是直接赚了3倍，所以这边可以更加确认这个阿提拉搭配阿卡琉斯的组合是可行的，甚至其实我觉得是比起用江汉战搭配阿卡琉斯还要更好。因为之前我用江汉战搭配阿卡琉斯的时候呢，其实报告还是比起用秦始皇司机还要稍微逊色一点啊，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啊，有可能就是江汉战它回血的那个速度不够快的关系，还是怎样吧，就感觉起来好像阿提拉比他更强一点点。再来下一份报告其实是站着跟对方面对面打啦，就是不是顺风也不是逆风的状态下，但是我的队友其实有明显的喜欢把队伍往后拉，我的打法依旧还是站着跟对方打啦，所以严格来讲我这边也算是逆风啊，因为我的队友一直把我给卖掉。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这样子打斗的方式出来的报告会怎样啦。那可以看到这边霍去病、威廉这边报告赚了1倍，然后阿提拉、阿卡琉斯这边依旧还是稳定发挥，差不多要赚3倍左右了。那秦始皇这里呢，反而他这边的击杀是比起我的阿提拉还有阿卡琉斯还要稍微少一点点。不过也是很接近啊，但是这边是真的赚了3倍的击杀啦，是比起阿提拉这边还要稍微多一点点的。如果是算倍率的话，那真德搭配亚瑟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情况啊，就是他很容易被锁定，可能大家看到哇真德还是怎样，或者是真德搭配亚瑟这个组合跑得比较快，他比较容易接触到敌人，所以他时常容易被锁定。但如果没有被锁定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看到他表现是不错的，就是那个速度造成的问题
题呀。那江汉章搭配大卫呢，其实也是 OK 的，不过也是像我刚刚所讲的情况，或许啦，就是因为他回血的速度不够快的关系，又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站着稳定输出，所以才表现不好。但你们可以看到，如果是正常打，面对面打，他的表现依旧还是 OK 的。那剩下的报告打的时间会稍微短一点点啦，因为敌人跟我们打的时间也不算是很长，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跟对方打而已。那下一批的报告你们可以看到阿提拉跟阿卡琉斯的报告还是比起秦始皇更多，这个是真的意料之外的事情啦。然后还有霍去病的，当然也是因为阿提拉跟霍去病这两个队伍活到最后啦，所以他们这边可以赚到比较多的击杀也是正常的。因为秦始皇他有时候会被锁定还是怎样啊，所以他的兵力会剩下的比较少一点。那这边就是追着敌人来打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报告是比较好的。然后霍去病，但是霍去病这边是稍微亏一点。阿提拉、阿卡琉斯小赚，江汉章搭配大卫就一般般，所以大卫不稳定啦。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可以用，但是最好换掉它，不太推荐。然后秦始皇司机还是稳定发挥，依旧还是赚的。不管怎么样好讲都好啦，就是如果他们被打被围的情况下，秦始皇搭配司机这个组合至少还是会有赚的。下一批新的报告，这里我忘记是打敌人什么东西了，但是可以看到最后我也是死掉了，所以大概率应该是正常打吧，自己也不记得了。但可以看到这边赚了一点点，那霍去病也是赚，江汉章也是赚，这个应该是正常打架的时候吧，因为我可以看到前面我是最后有打到死的，因为如果我是追击敌方的话，应该不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名字出现，然后最后还可以打到死之类的，有些是操作的问题啊。然后后面这边你们可以看到都是打一些比较短的报告，这里我就快速的带过给大家看，顺便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总结啦。总结来讲，如果你是真的还没有去培养江汉章，但是你之前是已经觉醒了阿提拉，或者是你做集结驻防的时候有觉醒过阿提拉的话，其实是可以用的，你们不用太担心，因为他的表现你们也可以从我这里分享的报告所看到了嘛，是出乎意料的好，我也是没有想象到他会打得这么好。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还有比较起我就是用秦始皇搭配司机，有时候比其他的报告还要更好。那当然有些观众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你装备军器的原因啊？那其实我的军器比较好的是江汉章这一套，你们可以看到有2个专属铭文，有2个专精铭文，然后这边还有所有伤害的提升，这边3维提升也算是不错的。至于我阿提拉所使用的反而就比较差一点点啦，虽然它这边是生命值提升啦，那其实我觉得也够了啦，因为它的伤害提升已经足够了的。2个专属铭文，1个专精，还有1个普通铭文，但是它用的是拱形阵，并不是3线阵。江汉章所使用的阵型是3线阵，但我要承认一点啊，就是阿提拉的装备确实是好一点点啦。可以看到都是有专属的，然后全部都已经觉醒了，但是江汉章的也不逊色啦，就全部都已经有觉醒了，然后2个专属，但是他这边觉醒2的裤子，但基本上我其他的统帅呢都是已经拥有全部金色装备了啦，还有包括秦始皇这个也是。那如果你们真的是讲装备的问题的话，那你看秦始皇的装备这么烂，而且他是工兵统帅他就连他的那个饰品我都是给他紫色，但是还是可以表现到很好。所以虽然装备军器会有影响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统帅的表现，统帅的影响，他本身的技能设计。最后这个是贞德的装备，你们可以看到贞德的专属也是多啊，它有3个嘞，比起这个江汉章还更多。为什么贞德的报告比起江汉章还更差，是不是？而且你们要知道哦，秦始皇他有时候报告拿的比较好，可是你们要看一下他的军器就只有1个专属铭文，1个专精，1个普通铭文，他的防御力还偏比较低一点点。还有就是我的水晶科技呢，就是我们今天才宣布说我们要投降了，然后今天我也是有打一下 KVK， 就是拿到一些报告，然后我的水晶科技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买，我只是提升骑兵的一些争议而已，但我只是提升到这里就没有再提升了，因为他如果还要继续提升的话，前面就必须要先
先解锁，然后我的水晶也是不太够啦，所以提升到这里而已，因为这个也是官司而已嘛，其实大家提升也不会太多，然后这个是 CD 主王国，大家的装备军器水晶科技都不会太好，可能我的装备军器会比起敌人好一点啦，毕竟我这个是老账号了嘛，发育的也比较好一点点，但至少这边是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啦，就是我提升了多少，我的兵力是多少的情况下跟对方对打出来的表现变成怎样。以上就是关于阿提拉搭配阿卡琉斯的报告，当然如果你们想要看其他的统帅搭配在一起的报告呢，可能我之后还可以再去做研究啦，看搭配出来效果怎么样。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没有打破你们的认知呢？觉得说哈，原来阿提拉还这么强了吗？已经是7年前的统帅了，还这么屌吗？2019年推出的统帅到现在居然还可以使用，本来他中间是已经宣布要死掉了，结果又复活。不过这边还是要强调一点啦，每个人的战场环境不同，出来的报告表现会不一样啦。就比方说像我的战场其实用司机是没有问题的，还是可以战斗的，但是在仙府王国可能是很差，报告很烂的那一种，可能不太适合使用了。这个需要根据你们自己战场环境来选择合适的统帅去使用，我能用到不代表你们能够用到，只是我自己测试下来搭配下来这个效果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们有阿提拉的话，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看出来效果怎么样。当然如果也是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